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我是好久没有出差了啊，今天呢是来到了北京的小米总部，然后现在我手里的这台就是刚刚发布的小米 Mix Fold 的折叠屏手机。刚才我是详细的体验了一下，这期视频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小米的第一款折叠屏旗舰，看它能不能成为年轻人的第一款折叠屏手机。Mix Fold 这台机器初上手的第一感觉呢，就是特别的细长。它这个外屏的尺寸呢是27:9的，是一个非常长条的一个屏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非常长。打开之后呢，它内部呢是一个8.01寸的一块屏幕，它是4:3的一个比例。这个手机呢，展开之后，你的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像 iPad 那个屏幕的尺寸，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它的重量是310克，就是拿在手里，对于一个折叠屏手机来说，其实这个重量还算是 OK 的啊。我旁边呢也有华为的这台机器啊，拿在手里，大家基本上旗鼓相当。这是两套逻辑，就是华为的这个呢，它整个的外屏呢，基本上是一个正常手机的一个比例啊，它呢就是更想让你平时的时候就当成一个正常手机来用。但是这台手机它其实更倾向于让你把它打开啊，就是用里边的这个大屏幕。它的这个外屏啊，我实话讲，确实是太长了。我刚才在这儿体验了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，这个外屏明显不符合正常手机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感受，但是它单手握持的感觉确实非常好，因为它非常的窄。这样的话，你在刷微博或者说刷这种信息流的时候是非常爽。有一个梗就是 iPhone 15是吧，特别长。这次它是有玻璃版和陶瓷版，我们手里的这个是陶瓷版的，它后背是有一个细细的纹理，有点类似于 AG 工艺，但其实不是。能看出来缝隙啊，它并不是完全对着它一起的，中间也是像这个 A4 纸一样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缓冲区。三星的那个 Fold 1代那个感觉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整个手机也都是那种比较圆滑的这种边角，并没有做那种直角边的这个设计。然后后背的这个镜头模组呢，也是延续了小米的这么一个设计风格吧。最上面的这颗银色的就是它的液态镜头，液态镜头呢解释起来其实挺简单的，它就是让长焦镜头和微距镜头共存，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个镜头的体积。然后下面是一个 HM2 的1亿像素的镜头，最下面的这是一个1300万的一个广角镜头。在镜头方面，其实它是一个4摄的配置，算是非常齐全了。之前预热的澎湃芯片呢，其实它是做了一个影像方面的芯片，叫澎湃 C1，其实它是一个 SP， 放在了这次 Mix Fold 的镜头方面啊。我问了一下工程师啊，他说是润物细无声啊，就是感知不强啊。但是好在这个澎湃芯片终于有动向了嘛。展开之后，它里边是没有镜头的，所以说你要自拍的话，就得用外屏的这个小小的镜头来进行自拍了。打开之后它是不能随时悬停的啊，它只设置了一个坎，就在这儿，其他部分就是活动的了。但是整体的质感上呢，其实还 OK， 因为它外部的这些金属件啊，因为毕竟是一个折叠旗舰嘛，还是非常精致的。我在使用这台手机4周的时候，发现全部都是开孔，它有4个扬声器，2个1210，2个1216，这就不是一个手机级别的扬声器了，就是跟这个 Pad 是差不多的，它是想让你打开用它的这个大屏，不管你是看视频也好，还是平时刷剧也好，都是想让你打开。它电池方面，它是5020毫安时的电池，多了20啊，然后也是67瓦的充电，这和它的那个 Pro 和 Ultra 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其实对于折叠屏手机来说呢，在形态方面，大家探索都差不多了，就是这个内折基本上是大家的选择。比如说，华为的这个、三星的这个，它都是这个内折的这个方案。但是在软件层面，各家都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华为它是这个平行世界，然后三星它是小窗，而小米的这个，它的工程师跟我讲啊，是集各家所长，基本上全部都有了。但是这一版上面呢，我们还没有做很好的这个体验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工程部件啊，就是平行世界那个类似的功能，就是一个用的2个层级，它是可以实现的。我可以把小窗挂在旁边，悬浮的时候我点过来啊，这就是 MIUI 之前那个小窗功能，它也是得以保留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应该是这次它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啊，就是在横屏你在使用这款手机的时候，滑动，哎呦 bug 了啊，用手点一下吧，就是这个
掌上 PC， 可以看一下，它现在就是完全的一个电脑的一个界面呈现给你了。这个是小米这次做的一个比较大的折叠屏方面的一个尝试，因为之前折叠屏怎么样很好的利用这块大屏幕，一直是各家的一个问题。那么小米采用的是这种方式，就是它现在这种状态就是完全符合你使用一个 PC 的一个习惯，完全都是一样的。不过我们这边有 bug， 你看这里它这个镜头的这个识别没有识别好，这儿没有镜头啊。我点开小米商城，然后最小化，然后点开这些应用都可以正常弹窗弹出来，然后把它关掉就可以了。然后点开相册，然后又是一个小窗弹出来，然后点开其他呢也都是小窗。你看，你可以把很多应用全部都叠加在这一块屏幕方面，包括下边这个通知消息和 PC 全部都是一样的啊。如果你要退出的话，点击这个有点像 Windows 的那个标识啊，然后点击退出，确定，然后你就可以完全恢复到手机的这个状态了。内部的这块屏幕呢，它外表面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刻意的保护，其实还是这个柔性的材质，因为它里边也是没有对折到一起嘛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。然后它的供应商呢应该是来自华星的2K 加，然后60赫兹的并没有上高刷屏这个。不过视觉的感受上它的精细程度上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还有就是折痕方面肯定是有的但是你正面看的时候其实还好，侧面看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折痕。然后在散热方面呢，这次它有一个自己新的技术，据说是它做了一个石墨，然后穿到了两边之前的那种是扇形的石墨散热，它这个散热的话呢，因为也是用了888的处理器嘛，它是加入了一些气泡，它这个散热的效率不会随着你使用的时间越久而降低。他说是使用1年之后只降低3%到5%的这个散热效率。作为小米的第一款折叠屏手机来说呢，它的完成度其实还是挺高的了，尤其是在软件层面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思考。硬件配置方面呢，其实也都挺旗舰的，和这个 Pro 和 Mix 呢并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。在镜头方面呢，它确实没有办法做到像 Pro 和 Mix 那么极致，因为它相当于是2个手机叠在了一起，它并不可以做的特别的厚。你看现在这个镜头凸起已经是2层了，不过液态镜头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探索吧，算是一个尝试。9999起这个比我想象中的其实稍微贵了一点点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我以为小米会把这个价格给稍微再拉下来一点，然后让更多的人体验到折叠屏手机。只有更多的普通人用上这个产品的时候，才是它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。不过9999，我估计以小米的调性可能还有一些优惠什么的，是吧？也没准儿。OK， 这就是小米的第一台折叠屏手机 Mix Fold， 年轻人的第一台折叠手机，你觉得还 OK 吗？我觉得你线下可以去体验一下。后期我们的产品到货之后，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下测评，做一下体验，看看它日常使用中到底是怎么样的。OK， 这期视频就到这儿。如果对你产生了一些帮助，可以给我们点个赞吧，特别感谢。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小白测评，不关正题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